大膽、前衛，它誕生在過去，卻始終指向未來。它誕生在80年代，也用最前衛的設計挑戰當時對跑車的想象。它不是主流，如今卻成為經典。BMW K1。大家好，我是勞倫斯。那今天呢，也很開心，就是上次分享 K1100的 Josh 哥，那今天又帶來一台非常特別的 K1。好，那我們是先聊聊，就是 Josh 哥是跟這台車的相遇是怎麼樣？是這樣哦，因為 K 系列這一款車，因為車友不多，所以說在找車友的時候，剛好遇到。那時候他在整理他的 K1，那大概再過2年後，他有這個要把 K1 收租的這樣的念頭，就是剛好有車友要賣，對，不過因為車也很少，所以說遇到車友要賣的這種的狀況其實不多，互相分享訊息。就這台車在台灣，就是上次有聽 Josh 哥，就是只有5台嘛。目前知道的部分大概5台。原則上從去年開始有車距。那車距的話就2-3台到了，就全到了。沒有到全到，因為像有人在改裝，那也有人在維修等等。就我有聽說這台車還有一個它的官網，就是上面就是全世界的 K1 的車主，就自己架設了一個網站。對，在社團就是說臉書有一個 K1 Community Globally， 這個一個德國人的一個車主，那他非常喜歡 K1，而且他這個社團成立以後呢，他自己自費運作一個網頁。那把這個世界上他所知道的 K1 都盡可能的把資訊放在裡面。那現在全世界的 K1 的數量多嗎？如果是依當時生產的數據，應該是6900多台。以實際上來說，當然歐洲是大宗啊，在東南亞或東北亞來說，日本最多。我以為都是歐美會比較多這種車。歐洲多。那美國的話不算多。那以我所知道的那個亞洲最遠的地方，澳洲那邊也有一部分。所以說，當這一個就在歐洲那邊，他們會定期舉辦大型的 K 車車聚，那當然不限於 K1， 就 K100，只要是 K 系列 K75，K1100等等，他們其實也都有定期的一個車聚。這台車我有稍微看一下，就是大家都說它是 BMW 最大膽的設計跟嘗試。1970、80年代，其實在杜卡迪或者是日本的4個品牌的車廠，他們其實都有做就是整流罩，全老流罩式的一個車型的設計。那 BMW 的話，應該是比較慢一點點。那但是他們是從那個水平卧式4缸的一個車種開始，一直在大約是1988年，那個 K1 是等於是它的全整流罩，包含尾殼都有做這樣的一個設計。K1 的話是，如果你沒載人的話，它後面有個單座蓋，所以把整體的那個風阻係數都考量進去。他們把顏色設計得很大膽，就是大面積的紅色，那配上少部分的黃色，像 K1 的那個 logo 的字是黃的，然後輪框、前後框等等，那主要的顏色是紅黃，紅跟藍黃，對，當時
麥當勞應該才開始那個連鎖，跟麥當勞很像，对，因為麥當勞的顏色也是紅加黃，這顏色原始是藍黃，對，那前車主我那時候認識的時候，他改色，改成白底，然後黃色的那個 logo，跟黃。那我自己後來因為有考量那個換胎的方便性，那以及那個剎車，因為早期的 ABS 難免也很難說一定很靈敏作動，那一定也遇到壞掉或者是等等，那維修的地方其實太多了，那後來是考慮是把它改成直通，直通，對，所以就它等於是沒有 ABS，那但是其實 K1 它是有沒有 ABS 的版本，对，所以我覺得影響不大。車子因為這個有顧慮到在我們2024、2025，就是現在的這個實用性，所以我把前叉給改過，改成那它原本是正叉，那現在的話它是倒叉，那當然三角台上下三角台一起更換，那同時把那個車殼的顏色，因為那 ABS 的材質雖然厚度應該是有20mm左右，它其實 ABS 的材質還蠻厚的，那可是用久了難免它可能容易破除，所以說在這個部分在重新烤漆的時候也有補強，補強這個車殼，那同時把顏色把它都改成銀色，就是自己喜歡的顏色，而且這個色有特殊的，就是一個特殊漆，對不對？对，它應該說它在以我所知道的部分啊，那這當然是烤漆廠的示範的配方。那以我知道的是說，它有一層是比較細的銀粉，那為了要反射這個光線，讓它有電鍍的一個質感，所以它的精油層並沒有很厚，那比較缺點的部分的話，應該是比較不能夠隨意粘貼貼紙，或者是包膜，就是一旦粘上，那就不能撕下來，對，就要避免撕掉，因为从这個角度，然後光從那邊來，應該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台車的變化。對，儀表當時繡上它的那個這個表底的速度，是寫280，那如果是同系列的其他的 K 的車款，其實大概是到260，應該是差不多在240到260。那它比較跟其他 K 不一樣的地方是 ，K1 所有的底色的都是黑的，然後它的這個線是就是說刻度數字、指針等等，它都是以黃色來顯示，對啊，然後再往這邊看的話，它其實開關當時 ABS 是可以做選擇開啟或者是關上，那雙黃燈也是在那一邊，那它其他配置像那個油表或者是水溫，因為它是水冷的四缸，那所以說它的水溫表有時候另外做的位置不一樣，那手套槍的部分，前面這邊有一個手套槍，那後面的話也有。那如果說就是當時 BMW 的設計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，應該是在尾殼側邊，就是當這個騎乘的時候，腳放上去的位置，剛好這一個線條是穩的。意思就是說，當腳這樣在上面，從側面看過去，能跟車子的線條的感覺，對，是在一起。是這樣子，對。然後再來像它尾巴的話，就是說後面這個蓋子，單座蓋它是可以拿下來，它可以載的，這樣。那它這一台車在做改裝的部分比較挑戰的地方，應該是
前叉的土廚，因為當時是希望它可以保留 K1 的原始的一個外形，那在原廠的那個前叉原本是正叉，那當然它連接取庫這個跟前土廚結合的地方放到導叉上面的話，其實有一點難度。那但也很高興那個改裝廠他幫我克服這個問題。那目前使用上來說也沒有什麼大礙，因為那 K1 它有幾個通病，就是說，當然它考量到風阻係數、流線性等等，所以說在前面抗風的話，常常有國外的車主，他們也都會有反應，就是前土廚會裂開，比較容易裂開，或者是會損毀。那這個部分因為配合上它的等於前土廚的造型是前面是窄，後面是寬。那視覺上當然跟車殼是融為一體。那但實際上真的放這樣子的改裝，我自己個人覺得是難度最高的地方。那卡鉗其實用 M50 的卡鉗，也還算不錯。就前叉的話是杜卡迪，可是土廚一放上去也都看不到。